这条线歪歪斜斜的，谁能看出来一人一半？这是割田术的运用，将田块分为若干归田、斜田、基田、弧田。归田的算法是半广乙成寸，基田的算法。行，别给我说这些没有用。你丈量出来的是3亩6分，对吧？啊？我们家这个地契上面清清楚楚写着4亩，那4分呢？啊？对呀，4分呢？去哪儿了？啊？那4分呢？就是，这怎么少了4分呢？怎么这样了呢？大哥，这人是你叫的吧？是你让他动的手脚吧？啊？数性制成，我没有算错，也不会说谎。怎么平白无故就少了4分地呢？就是少了。行了，大哥，你别在这演戏了啊！你以为我傻呀？啊？少了4分，你想独吞？谁独吞？给我这4亩地！给我这4分地！秋雨，咱们去求财。他们都说我算错了，但我反复运送的，肯定没错。幼稚了不是？你跟那些刁民有什么可计较的？您到最后还不是比谁的拳头大？比拳头大小，那要用上宫元宝之术，测其体积，取周与高。哎，咱们今天去的这个赌坊，是揽西人来人华新开的，还不认识咱们俩，还没有见识过你的厉害。今儿就玩一炷香的功夫。来，一起走，来。玉佩1块，头签30两。怎么这么少呀？行，换吧。陆爷，咱们先想想平账的事儿吧。范老今晚就要赌坊的账目，时间紧，没人做得出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钱还不上，地不肯卖。我再给你指条明路，把你女儿卖给我，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小芝啊，父债女偿嘛，传出去也是24孝的一段佳话，是不是？外边干什么呢？分点，再开，下一把！
在兰溪，您不知道，这俩人在仁华特别有名。那个是风宝玉，是风记火腿铺老板的儿子，是个纨绔子弟。有钱的傻子，我喜欢。你再看那边那个人可更有意思。此人叫帅家木，是个算呆子，平时呆头呆脑的。可有一点，此人算术天通，一旦是到了赌坊，那逢赌必赢。哎，陆爷，要是这算呆子能帮咱一把，那今晚这账一定可以盘完，范老那边也就好交代了。咱俩赌一把。来，赌就赌啊！不是跟你，你。我不要这副，随你挑。开牌。给你耍诈！别动！我平时最讨厌的就是耍诈。如果在兰溪，你们俩双手全都没了。现在我给你们俩一个机会。听说你精通算学，天黑之前，把我账房里的账都给盘清了。你让家里拿200两银子换你2只手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出事了！宝玉少爷又去赌坊去了，人都让人给扣下了，还说让我们拿200两银子去赎人家，要是不给就剁手。姐，走我行下。陆爷，他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姐，那我本来是赢了300两的，那加上老帅最后一把，一共赢了500多两呢。不是，是他们耍诈。朋友，侬是心里噶？哼，你也不在我们仁华县打听打听，就这俩的脑袋，耍可以，诈就算了。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他们进赌坊，尤其是你的赌坊。这是给您的见面礼。既然都来到了仁华，必须要尝尝我们的风式火腿。
算呆子呢？老帅在账房里算账呢，见我玉还在里边儿。哎，我说你，陆远，何其生财，何其生财啊！呆子，姐，走啊！我还没算完。算了，呆子回去了。站住！200两银子留下才能走。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你脸了。陆爷，何其生财，何其生财！你活个屁！都干！不得延误，让开！撤！东主，东主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东主啊，黄知府的牌票已经到了，我打听过了，明天就能到仁华。哎，麻烦了，好好一个京官不当，跑到凤兴来当知府，这是从京城给贬下来了。这监察御史是正7品，而这金安知府是正4品，一口气连升了6级，难道不是好事儿？你懂什么呀？在京城，官儿再小，他离陛下和阁老们近，机会就多；在地方，你势力再大，你够不着中书啊。吵死了，让不让睡瞌睡了？夫人，要得要得。
上打了一宿马吊。你继续说。咱们金安府有8个县，那就有8个知县。只要8个知县共进退，他也不能肆意妄为吧？哪那么容易啊？你想简单了。你看他们7个县，啊，那所有的知县都窝在自己的地盘里，跟那个缩头乌龟似的。只有我独管的这个仁华县，它是副过县，金安府的知府衙门就在隔壁。你说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出点什么事儿，第一个找到的就是我。哎呀，前世行不善，今生做知县，前生作恶多，知县要负锅。对了，今天是放告日，准备升堂审案子。哎，你去跟衙门里说，把今天所有的案件的卷宗都拿给老爷来，趁着那个黄知府倒塌之前啊，我要把那些积案全给他清掉，免得他借题发挥。3个案子怎么都有你陆飞龙啊？是。你身为揽西人，在我仁华开赌坊，不好好经营，还惹了这么多官司，你该当何罪啊？方知县，此言不妥吧？你是何人？学生程仁清，忝为金安府揽西县生员。哎，你上堂为何不跪啊？依照洪武宪纲事类，教官生员见上司不得忘行跪礼。学生不过是依例行事罢了，还不着公服。他谁呀？这就是那个这边出了名的宋师，有个绰号叫浩然正气程铁嘴的。啊，程铁嘴是吧？苦主穆飞龙目不识丁，您案子上的宋状便是我代他写。本县平生最恨的就是宋棍，油嘴滑舌，巧言令色，无事都能掀起3尺浪来。学生生平只奉常理人情、正气、公心8字为圭臬，绝不胡搅蛮缠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审第1个案子——欠债欧偿案。此案清楚明白，半年前，陈大山向陆飞龙借贷纹银10两，当时写明了借据是9出13归，3个月为一期，如今该还18两7钱2分，16两9钱。你说什么？10两本金，9出13归过2期，应当还16两9钱。平时就是这么算的，谁知道这小子搞的什么鬼？你是另外一桩案子的人犯，不要在此喧哗。我没有喧哗，是他算错了。9出13归10两本金，过1期应当还13两，是以取3成立；过2期应当还13两再加3成，16两9钱。你可知道什么是9出？9出就是陈大山贷出10两银子，到手实际是9两。1期该还13两，取利4乘4，2期总共该还18两7钱2分，有何不对呢？你这是以9两为本金算的，按照契约应当以10两为本金计算。方知县，依大明律，审案之时，闲杂人等不得插嘴喧哗。这个人在这里胡言乱语的话，恐有挟私报复之嫌，请您主持公道。此言有理。哎，你别在那啰嗦，还没到你呢，下去。可这数字是错的，谁来算都是一样。别说。
你接着说。陈大山，你爱妻情切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借钱给老婆看病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路飞龙逼你还债，你还不上，他就让你卖地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就好奇了，这家里不是明明有地吗？为什么老婆生病不把地卖了给他治病，反而要哭穷去找路飞龙借钱呢？这，陈大山，你是不是觉得借了钱在地上这么一滚，这笔账就勾销了？不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爹？陈小芝是吧？我听说路飞龙逼你爹把你卖掉。来偿还这笔债，是不是？是。当时路飞龙给了你们2个选择，一个是卖地还债，一个是卖女儿还债，是不是？是。你犹豫了，左右为难了很久，对不对？换了是我，眼看着自己的爱女要被卖了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卖地，保住自己的亲人再说，怎么还能左右为难呢？你左右为难，就说明你内心深处不是不能接受卖女儿，只是出的价钱还不到合理罢了。不是这样的。大明律法可是明文规定，禁止人口买卖。我不是要逼他卖女儿啊，我是要让大家都看清楚了。这样一个家里边有丰厚田产的人，还要在卖地和卖女儿之间犹豫不决，他的良心何在？至亲生病还要借钱，借钱回来还要赖账，赖账不成还要殴伤债主的一个人，究竟值不值得我们大家同情？他当初就不该这样做，这一天天那是害人啊！是，他就不是个好人。我卖地。方知县，可以结案了。那就此结案。陈大山，从即日起，将你祖传的5亩水田冲抵给陆飞龙，具体数目着户房细核，还清即止。双方撤下干结。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人家炸了吧？陈二姐啊，我今日要没有公事在身。方知县，素闻您精研黄老之学，信奉无为而治，不愿多事。学生做这些不也是为您分忧吗？咱们赶紧下一案吧。就是这个陆飞龙，我们赢钱了，他不给我们兑，说我们作弊，那我们是正当手段赢得钱，怎么不给我们兑啊？正当手段？什么正当手段？讲来听听。老陈，你讲。牌九共有32张牌，再加2枚骰子，点数各有不同，只要计算出每个点数的现身，便有成算。也就是说，你有一手算牌的好技巧，打牌九10赌9赢，对吗？是。书行质朴之诚，方知四海皆准。任何人只要掌握了其中的道理，到哪里都是一样的。封宝玉，仁华县学的详生。对啊，课业如此繁重，怎么还能去赌博呢？哎，这关你屁事儿啊！方知县，朝廷每年拨下这么多的钱粮，补贴给各级的府学、县学，为的就是正风气、肃人心，让读书人可以安心读书，将来回报朝廷圣恩。可是这个纨绔呢，整日不思进学，流连于赌档之中，沉迷于算牌之术。宝玉不喜欢算术，他只喜欢赌。实在是玩物丧志啊！这人家玩不玩物、丧不丧志，他自有家长管束。接下来问，方知县，您刚刚不是也听到了吗？这帅家墨说了，这个法子啊很简单，人人皆学得会。倘若你判他们2个获胜，那接下来会怎样呢？整个仁华县学乃至建安府学的每一个学子就都知道了，只要掌握这个法子，连这种纨绔都可以在赌坊里赢得如此多的金银，那必然是人人都趋之若鹜，谁还有心思进学呀？如果赌场不加以限制，任由这些学生们随意赌博的话，整个建安境内将无人再用功读书，来年制举无人重视怎么办？影响地方官的考评怎么办？建安长此以往民风堕落，唯利是图，又怎么办呢？对呀，
所以啊，陆老兄为的是金安的学风，才将这两个人拒之门外，坚决不开这个口子。陆老兄此举真的是用心良苦，防患于未然啊！方知县，您看，常理人情之外，方有正气攻心。夏沫，今日他们是不是让你给赌方盘账？姐，盘账。盘了。对，你帮着赌方盘账，是姓陆的逼我们盘的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帮着赌方盘账啊？确实是忘了。你为什么？他们说如果我盘得好，就可以放了我们。那你盘的又如何呀？盘得赌当30日内纹银流水1130两。原来赌到这么赚钱呀！咱们仁华人的钱呐，都被这揽溪人赚走了。方知县，刚刚陆老兄说了，愿意给咱们县里的单庞捐纹银100两回馈乡子。揽溪人在仁华开赌坊，挣仁华人的钱，我建议你们还是不要太嚣张了，否则本官也难逆民意呀。自然，我们这边愿意退让一步。哎，这个宋诗跟啊，好了，本官裁决如下：方宝玉、帅家墨所得赌资系非法使诈所得，赌方不予兑付。不过帅家墨代为赌方盘账，功过相抵，赌方亦不追究方宝玉、帅家墨欺诈之行为，双方退下干节。最后一案，大老爷，我冤呐！我大清早的挑的大鱼，全让他们打到水里去了。您是我们的父母官，您得替我们做主啊！放下去，我们一时情急，抱歉。今天的殴斗之事，虽然是因为风氏姐弟而起，但是陆老兄呢，也愿意赔偿大家的损失，劳烦诸位算个总数，一并奉上。停！不必了。刚刚我问过大家，各位的财物损失共计40两，但是这件事儿是因为陆飞龙扣人而起。不过，所有大家的损失，我封碧玉双倍赔偿。好了，这就叫皆大欢喜。退堂。程壮师果然厉害，3桩案子都是一言而定，不愧是铁嘴大壮啊！是你自己问心无愧，还你个清白而已。啊，对了，这是给您，给我便是。这次呢是范老请托，给你算的便宜点，下次不是这价码了啊。程先生这钱赚的真是爽利啊！你给我多少银钱，我就还你多少公道，仅此而已。走了，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？树性之诚，对错不是很清楚吗？我爹去扬州开了分铺，续了弦，这边的铺子就我姐一个人操劳。我这样，一定得替他分忧。 6分，师母6分。我得好好赚钱，人华赚不了，我就去省城。干片大的。哎，老帅，你是我好兄弟啊，你可得帮我到时候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不是我算错了，是田七跟田母本来就对不上。你怎么还在想早上那块田的事啊？这个田它不对呀。 可能当初他画田的时候就有纰漏，你管他呢？不是那一块田的事儿。我帮陆飞龙盘账的时候，发现他们所说上来的田契，跟他们找人实际量的，也对不上。你要是想查清这个，那就得去价格库了。价格库？对啊，
咱们仁华的每一块田地啊，那都得把田主、位置、四制还有面积，都得在官府登记造册。一份呢，田主留作地契；一份做成鱼鳞图册，留在监安府的那个价格库里保管。你要是想土地买卖，那就得跟那个鱼鳞图册对比物，官府才能发红契。你要是真想算清这个田亩和田契的误差，那就得去价格库。不过这价格库啊，可不是谁去才都能知得了的。如果你能带我进价格库，你就陪我去省城。这可是难得的版本呀！这套图集五色齐全，画面生动，构思巧妙。哎，这漫漫长夜，那可真是削发的良宾哦。哎，这书可不是我想看，是我一个朋友要看的。啊，你说这巧了不是？我有个朋友也想看一些书，你让我的朋友看一看，我就让你的朋友也看看。佳木，佳木，来来来，爹。遮住我眼睛，却如此近，无意识心，赋予你生命，是非纠缠，总能
看得清万物的原生，堕入黑白裂缝，漠视乱世纷争，也会质疑用偏颇的真理，凝视野兽瞳孔，撕裂我的痛，束手变苍穹。就像这位传奇，不被传记，就算是有换季，无声息的传奇的河，就算10年500个泛黄的报表黄色，也会颠到那天，也许又被转移了。可以去可以体谅，习惯活在先辈镜下，狂日之下还无限体谅，运气并驾，64年反复不下60次，新人缘9日次，思路卷卷谁能看得清？千声浮语，幻化日月长空，也会质疑用偏颇的真理，凝视野兽瞳孔，撕裂我的痛，束手变苍穹，为世界重生。